2月2日，电视剧《国色芳华》在湖南卫视圆满收官。该剧由华策影视倾力打造，著名导演丁子光执导，龙亚担任艺术总监，金牌编剧张渊昂执笔，资深制片人孙旭操刀制作。剧中汇聚了一众实力派演员，杨紫、李现联袂主演，魏哲鸣特别出演，张雅钦、涂松岩、管乐共同参演，许灵月倾情加盟特别出演，沈梦辰、童梦石友情助阵。自开播以来，《国色芳华》凭借扣人心弦的剧情、细腻饱满的人物塑造以及精良的制作水准，赢得了观众的高度关注与喜爱。杨紫与李现的再度合作更是引发了热烈讨论，二人默契十足的表演让角色情感更加动人，深受观众认可。魏哲鸣、张雅钦、涂松岩等演员也凭借出色的演绎为剧集增添了亮点，使故事更加层次分明，情感更加丰富。该剧不仅展现了独特的时代背景，还通过细腻的叙事手法刻画了人物成长与命运交织的动人篇章。从服化道的精雕细琢到镜头语言的考究运用，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主创团队的匠心独运。随着剧情推进，角色间的情感纠葛、家国命运的抉择，以及女性在时代变迁中的坚韧成长，都引发了观众的共鸣与思考。在收官之际，《国色芳华》不仅收获了不俗的收视成绩，更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广泛热议。观众纷纷表示，剧中的情感描写真挚动人，演员演技在线，剧情节奏紧凑流畅，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精品之作。同时，该剧的成功也进一步巩固了杨紫、李现等演员在业内的实力与影响力。随着大结局的播出，《国色芳华》正式落下帷幕，但剧中人物的故事与情感仍然令人回味无穷。这部作品不仅是一场视觉与情感的盛宴，更是一次对人物命运与时代变迁的深刻探讨，为国产剧市场再添佳作。作为一部以花为引，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并融合女性成长与家国情怀的精品力作，《国色芳华》自开播以来便热度持续攀升，收获了广泛关注与好评。该剧不仅凭借亮眼的收视数据、网络热度与商业价值全面领跑，更因制作团队的精雕细琢赢得业内外高度认可，以中式审美制作上承盛唐、文化美学等关键词引发全民热议，成为开年现象级文化大剧。数据显示，《国色芳华》自播出后，收视成绩节节攀升，稳居 CSM 全国平均收视率同时段省级卫视第一，并多日蝉联酷云同时段卫视收视率第一、平台播放量第一。欢网数据显示，该剧位列同时段卫视剧集收视率第一，并在云和霸屏榜强势登顶。全网热度同样爆棚，斩获6743个全网热搜，其中微博热搜高达4212个，抖音主话题播放量突破147.3亿，相关话题总播放量更是高达296亿。此外，德塔文、猫眼、Blinkage、孤朵、灯塔、蓝鹰等各大数据榜单也纷纷登顶，展现出极强的市场号召力与受众认可度。除了出色的收视表现和网络热度，《国色芳华》还成功助力了国内多个城市的文化旅游消费，尤其是在湖南、山东菏泽、河南洛阳等地引发文旅热潮。剧中精美的服饰、考究的礼仪、富有韵味的场景布置，都让观众沉浸于盛唐文化的瑰丽氛围之中，进一步激发了大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探索。同时，该剧的影响力也辐射至海外市场，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一张亮眼名片，向世界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国色芳华的成功不仅得益于其精良的制作，更离不开主创团队对文化传承的深刻理解。剧中的美学体系、
人物塑造、故事叙事均展现出极高水准，使得该剧在满足观众审美需求的同时，也传递出深厚的文化价值。其对女性成长的细腻描绘，对家国情怀的深刻诠释，让该剧不仅是一部值得品味的精品之作，更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力作。作为2025年开年极具影响力的现象级剧集，《国色芳华》用视觉、情感与文化内涵构筑了一场震撼人心的视听盛宴。它不仅是当代电视剧市场的佼佼者，更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完美结合的典范，为国产剧市场树立了新的标杆，也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了最大程度地还原唐朝的社会风貌与生活状态，主创团队秉持严谨的考据精神，精益求精，通过细节的雕琢展现唐代文化的独特魅力。从服饰妆容到器物道具，皆遵循史实，力求贴合盛唐审美。从恢宏大气的园林建筑到一砖一瓦的铺设布局，皆承载着唐代文化的深厚底蕴。每一处细节都凝聚着匠心，使观众在沉浸式的观剧体验中感受到盛唐的恢宏气象与文化韵味。剧组在服化道方面下足功夫，以严格的史料考证为基础，打造出既符合历史风貌又极具美感的视觉呈现。服饰上，以华丽精致的纹样、宽袖大裾的剪裁、层次丰富的配饰展现盛唐服饰的雍容华贵；妆容上，则精雕细琢、细腻呈现唐代女子流行的鹅黄、花钿与远山带，尽显大唐风华。器物道具同样匠心独运，无论是精美的唐三彩、雕刻细腻的金银器，还是书房中的笔墨纸砚、厅堂中的屏风摆件，都力求还原唐代日常生活的真实质感，让观众仿佛穿越千年，步入一个活色生香的盛唐世界。正如光明网报道所言，从一花一木的园林设计、一砖一瓦的建筑美学，到一针一线的唐风古韵，一一式的精致呈现，皆让观众在一幕幕视觉盛宴中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璀璨缤纷。剧组用心打磨的每一个细节，使得《国色芳华》不仅是一部剧情紧凑、情感真挚的影视作品，更是一场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之美的视觉盛宴。在人物塑造上，《国色芳华》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丰富立体的群像，每位角色都在时代洪流中生发出独特的选择，使整体叙事更具层次感与现实共鸣。其中，女主何为芳被塑造成一位才情卓绝、专注于事业与理想的女性，她兼具艺术天赋与商业智慧，被誉为一商双绝，展现出独立自强的精神风貌。男主蒋长阳则以隐忍深沉的形象示人，表面风流不羁，实则胸怀大志，韬光养晦，将家国情怀深藏于心，展现出不凡的智慧与担当。剧集在情感线的处理上摒弃了传统的套路化表达，而是通过何为芳与蒋长阳并肩作战、携手共度难关的奋斗历程，塑造了一段建立在知己相投基础上的灵魂伴侣式感情。他们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依附，而是在相互扶持、共同成长中不断加深理解，让情感更加真实可感，进而引发观众强烈共鸣。二人的携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交汇，更映射出盛唐时代背景下关于信任、理想与责任的深刻思考。除了男女主角，剧中的配角群像同样生动鲜活，各自拥有独立的成长轨迹与情感抉择。导演丁子光始终坚持让角色的命运由时代背景塑造，让人物的选择由性格与经历决定，使每个人物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并在命运的波折中展现各自的高光时刻。或是坚守理想，或是困顿挣扎，或是随波逐流，
不同角色的选择共同拼凑出一幅盛唐风华下的众生百态图，让整部剧集更加厚重且富有张力。正是这种对人物塑造的深入挖掘，使国色芳华在情感层面更加落地，不仅展现了个人成长与时代变迁的交织，也让观众在角色的命运沉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牡丹在中国文化中承载着深远的象征意义，既是富贵吉祥的象征，也代表着盛唐的繁华与大气。国色芳华作为首部以牡丹元素为核心的剧集，深入挖掘并精心呈现了以牡丹文化为代表的盛唐文化。随着该剧的热播，现实中的牡丹经济也随之升温，成为一大社会热点，受到多家主流媒体和财经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据报道，山东菏泽、河南洛阳等牡丹主产区在剧集播出后迎来了牡丹销售热潮，市场需求大幅上升。菏泽牡丹区牡丹产业协会秘书长、菏泽花网产业园负责人赵文双在采访中表示，今年菏泽牡丹销量峰值提前3天到来，销量比往年同期增长了1/3。去年年销花销售量约为40万盆，今年预计将达到60万盆。这不仅体现了国色芳华对地方产业的积极推动作用，也彰显了文化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力量。除了牡丹花卉的热销，牡丹相关美食也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新华社报道指出，洛阳的中式点心牡丹花酥因剧集热播而持续爆火，成为新晋网红美食。一家老字号的店主表示，国色芳华播出前，每日销售量仅为几百份，而现在轻松突破2000份，销量翻了数倍。有商家更是透露，店铺开业仅1个小时，牡丹花酥便全部售罄，供不应求。此外，河南传统美食江面也迎来了消费热潮，进一步带动了地方特色美食的传播与发展。国色芳华不仅是一部精美的影视作品，更成为推动牡丹文化走向大众、激发地方经济活力的重要契机。通过剧集的影响力，牡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展现了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强大带动作用，也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国色芳华以盛唐为时代背景，凭借精美的画面、跌宕起伏的剧情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生动展现了盛唐风华的壮丽景象。剧集巧妙融合了剧情看点与文化传承，不仅塑造了鲜活立体的人物群像，还通过细腻的艺术表达，让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得以充分呈现。在视觉呈现上，剧集以极具盛唐气韵的服饰美妆、园林建筑、日常起居、民风民俗等元素，全景式再现了唐代的社会风貌和审美偏好。服饰上，女性妆容再现了唐代鹅黄、花钿、远山带等流行装饰，而服装则融入华美的纹样、宽袖飘逸的剪裁，展现了唐人对美的独特理解。建筑上，恢宏大气的宫殿、精致考究的园林设计，每一砖一瓦皆体现着唐代匠人的智慧与审美。剧中大量细节的打磨，使观众仿佛穿越时空，身临其境地感受盛唐的壮丽与精致。与此同时，剧集不仅展现了大唐的繁荣景象，更深入描绘了唐人的精神风貌。从手工艺到诗酒风流，从市井烟火到家国情怀，都融入故事叙事之中，使文化表达更加自然且富有感染力。这种全方位的呈现，不仅构建了观众与历史之间的情感桥梁，也在潜移默化中激发了大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文化自信。国色芳华不仅是一部艺术水准极高的剧集，更是一次对中华文化的深情礼赞。它以影视作品为载体，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影像叙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使观众在欣赏精彩剧情的同时，也能沉浸式地感受盛唐气象，进而增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自豪感。